Hello， 大家好，我是 Aaron。针对这次12强，非常开心，真的非常开心，因为台湾得到一个奥运银牌，到现在32年了。这一次的表现来看的话，在冠军赛，不管是投手、打击、守备，我觉得是各方面都是优于日本队。我相信大家对日本最称赞的部分，还是在于他们的所有的深度。相信不管从他们业余、职业，其实他们的质量的表现都还是优于各国，所以我想这个是我们中华队、台湾队接下来应该好好去审视跟去警戒的部分。所有各国都会对台湾都会派出最好的选手、最好的投手跟做最好的禽兽。今我也站在烈日下，球场上挥舞着球棒，也半夜一个人起床，偷偷的练习，对着镜子不断的检视、调整自己的投球动作和挥棒动作。那时候很单纯的一个想法，就是我想要当国手，我想要为国争光。但是现实的残酷，让我跟这个梦想擦身而过。20多年的棒球岁月，我不悔于自己的努力和坚持。到头来，这可能只是我的记忆片段，一个从未完成的梦。也可能是这辈子无法梦到的梦。然而，2024年这个梦了几十年的梦，在我看到中华队高举冠军奖杯的那一刻，我真的眼泪不争气的流了下来，都要偷偷的拭泪。这不仅是全国球迷的荣耀，更是我们这一代棒球人的梦想成真的一刻。我想这一支中华队最成功的几个部分，我要分享一下我个人的看法：投手群的压制力、打线的爆发力跟击球的能力，以及我觉得印象最深刻的是守备不断出现的美技，这是有别于以往中华队守备在关键时候会出现失误的状况。第一个打击方面，面对世界级的投手，我们的球员真的这一次能够从容应对。这个跟早期的中华队仅靠1-2位强打者陈清峰、洪振麟这种比赛完全不同，尤其这一次是3大赛事，是非常高层级的比赛。你可以看得到各国的投手动輒就是150公里以上的球速，不管是直球、变化球，都是很有水准的。所以你看，像我们在对日本队王牌投手互相强争，不管是林家正、陈杰宪，这2球都是超过150公里，边边角角的球速。可是，在早期对我们来讲的话，可能就是滚地或者是三振，但是这一次都能够一棒挥出全垒打，就知道这一次的中华队、台湾队的选手，他的打击能力是不一样的。我想这个主要还是因为中职这几年不断的提升外籍洋投的能力，所以球员们已经习惯这种等级的投手，不用临场再去适应。当然，情收上我们可以从场边点饮料这种花絮画面可以看得到，情收带给球员们有更好的熟悉、预测跟安定感。抓住这种球种，当你抓住这种球种，你就大胆挥击，提高你的打击率。然后呢，其实你很明显的看得出来，2号球以后，打者能够迅速的调整，改以选球及 contact 为主。例如林立，在2号球以后，他可以不抬脚，然后跟互相强争，可以不断的挣扎到保送。我想这在都显现出这次打者，不管是在 contact、选球、power 方面，其实我觉得都已经是非常不同的层级，也代表我们打者已经能够跟这些世界级的强队可以去竞争。投球方面呢，当然大家一开始对投手群是蛮担忧的，因为毕竟在大家认知的一般一级的投手群无法参赛，例如古林、徐若曦，甚至每日很多都已经超过150公里以上的投手，这次都没有参赛，所以基本上这次的投手群都是以中职为主的投手群，而这次中职的投手群的跳出来展现一夫当关的表现。其中我想要特别提到，一出场就让人安心的张毅、陈冠宇跟庄希燕，在先发投手限制下，能够马上接手安定场上的状况。这几位投手都有将近150公里，甚至超过150公里的速度能力之外，特别惊艳的部分，也就是投手群们的自我的信心，拿手球路塞进好球带和打者对决，并且能够有效的压制这些打者。我想这些都是我个人认为这次能够取得世界冠军最重要的原因之一。第三个，
后勤勤收跟啦啦队。自从中职跟棒协合作后，各个方面的整合，包括资源、训练、防护、勤收等一一到位，真是可以感受到大侠一心对台湾职棒、台湾棒球努力和贡献。尤其当这次比赛后，听到幕后新闻的时候，了解到我们勤收有一群台大博士协助数据分析，跟依据场上状况，立即于后场提供第一手的分析数据。这大概显示了我们这一次是准备充足的，跟以往也是非常不同的。同时，这一次我觉得有点可惜是在啦啦队必须要自费去球场东京巨蛋帮球员加油。我想啦啦队已经是台湾棒球的不可或缺的一环。球员、球迷在啦啦队的鼓舞下，不管是球场气氛、球员的表现，都一再提升。主事者辜仲亮先生跟蔡其昌先生各自整合了棒协跟中职的资源，为球队、球员、全体球迷解决各种大小的事情。场上的事情交给球员、教练，场下的事情就交给他们。我想有他们这两位主事者一心一意的为了台湾棒球贡献，我想这一次也是占了非常大的一个贡献度，真心谢谢你们。最后，大家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全体国民，棒球果然是能够团结大家一起的一项国球运动。看到11月24号那一天，大家一心一意看着球场上的表现，被影响着心情的起伏，欢呼声不断。最后赢球的时候，到处可听到大家不断的呐喊跟欢呼，就可以知道这种团结一心、团结一意的一个感觉非常好。针对于未来的部分，我们应该更要有一个警觉的一个状况。毕竟原本大家是不看好中华队，但这次中华队得冠了以后，相信各国会对台湾特别的警戒，派出最好的投手跟做最好的勤收。所以接下来我觉得对于中华队、台湾队而言，我们要如何能够延续这样的一个好的成绩表现，不管是质的部分，甚至量的提升，这也是我们应该要去努力跟去思考的一个点。首先，我觉得对于年轻球员的基本功，现在对于这种科学训练的方式不断的投入，但是可能还是只是针对于这些主要的球队，像古堡、平镇职业球队，如何让所有高中球队，甚至这些基层国中、国小球队能有这样的一个资源的投入，我想这个部分是未来能够让所有球员的质跟量的提升是非常重要的一环。所以我们要吸引更多的人投入在棒球运动里，不管是从休闲、娱乐、竞技的城市，让台湾的棒球成为全民的运动。当然，我觉得很多球员都是靠着他的天分跟身材条件在打球。基本上，我觉得我们应该针对这些投球的机制、打击的机制，还有球员的心理素质、心态等等，应该要更加的去研究，更多的人才投入，不一定只是针对球员的投入，而是周边，不管是防护员、心理辅导员、训练员、资料分析师、AI 的工具的运用等等这些，我想这些都能够帮助台湾选手能够有更好的表现。利用运科的协助，能够让所有的投手都能够有更好的速度跟控球。这个部分还是要回到基本的投球机制。其实我们可以参考日本投手群，为何质跟量都能够有很好的表现。这就是因为他们对于这些投球的基本动作是非常注重的，非常值得我们台湾棒球的学习。另外，打击的机制，我们不能只是依靠重量训练提升身体素质之外，相信对于基本的打击机制也是必须要同步提升的，因为这样才能稳定的输出你的打击表现。球员的心态，在这次以后，我相信其实球员们都能够感受到，其实我们是可以跟这些国际列强是有竞争性的。所以相同的这一次的 Premier 12，能够把这样的一个心态、信心延续到接下来 WBC 经典赛。当我们面对到这些大联盟选手加入的时候，我们可以用同样的心态来面对。基本上，日本选手我们都可以打败了，这些大联盟的选手，我们也不必要这么畏惧。另外，主事者跟全体国民的心态，我们期望台湾的国球能够持续的成功，
同时，我们希望把台湾的棒球这种成功模式可以导入到其他的运动，因为不仅仅是棒球需要支持，我们也应该要支持其他各项的赛事、各项的运动，全面的提升我们台湾的能见度。当然，我觉得不应该只是把输赢当作是最重要的一块。我相信这一次的中华队让人家为之称赞的是，我们夺下冠军之后，其实我们在球员、球迷、全体国民的心态还是保持着谦虚，不断的进步。其实只要打出一场又一场精彩的好球，大家都是能够不断的支持我们的运动员。棒球不仅是一项运动，其实它更是一项精神。从小，它教会了我坚持、努力、团队合作。我相信这一次中华队的成功，能够激励了非常多的人。所以，相信我们只要继续努力，台湾棒球的未来一定更加美好。